要么读书，要么旅行，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。我是付小米，爱运动，爱旅行，爱读书。最近微博上有一个成年人彼此疏远的方式是什么的热门话题，其中一个高赞评论是这样的：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，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疏离。深以为然。也许你会有这样的经历，当我们回首往事，很多熟悉的场景和面孔从脑海中一一掠过，可是却感觉很遥远。当我们打开好友列表时，才发现很多朋友已经好久没有联系了，甚至你已经忘了你们何时认识，又为何离开。成年人总是走着走着就悄悄散了。微博曾经发起一道选择题，你删好友前要不要告诉对方？参与投票的11万人中，有 90% 的人选择默默删除。米兰昆德拉说，遇见是一个开始，离开却是为了遇见下一个离开。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。因为不擅长，所以默不作声的离开是成年人选择结束一段关系最好的方式。虽有失落，但人生总要一程又一程。夜里突然想起你，我们好久没有再聊语音。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同吃同住的场景，你兴奋地跟我说，我一定要当你这辈子唯一的伴娘。这段话还盈盈于耳。转眼毕业，各奔东西。你去了上海，因为那里可以更快实现你的软件梦。我留在成都，没啥出息，只想离父母近一些，随时照应。一开始我们还随时聊聊近况，聊聊未来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聊天记录停留在几天前，1个月前到现在一晃就是半年。在朋友圈里，我试图描绘出你人生的轨迹，原来你已经换了2个工作了，我不知道。原来你新交了几个朋友，我不认识。原来你常常旅游，都是我没去过的地方。一时语噎，只能默默点赞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偶尔我还是会给你发一条信息，你没回，我也默契的没有再发。有时我提出到彼此的城市玩，你回应着忘了，我也不会再主动提起。我们的对话从口无遮拦、脏话连篇到礼貌问候、呵呵结束。沉默是成年人最大的哭声。曾经说要做一辈子好朋友的人，如今却渐行渐远。这个过程没有背叛，也没有交恶，我们只是各奔前程，各理人生，慢慢成为2条不再相交的平行线。我们都没变，只是空间在转移，岁月在变迁，彼此在成长。前天吃饭，同事 Jason 告诉我，他与他姐有近1年时间没见面了。我有点诧异，想起他平日里一提到他姐就说个不停，满满自豪的样子。她是 Jason 的远房表姐，比他大2岁，从小他们就在一起长大，比亲姐还亲。他大学毕业就成功进入当地知名律师事务所，一做6年，在圈内小有名气。后来呢，又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事业有成。他一直是 JC 的偶像，后来 JC 毕业了，恨不得飞奔向他表姐家，跟他同吃同住，最后索性就把房子买在离他表姐家5公里远的地方，方便走动。可是他们却成为这个城市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。他说，没有吵架，没有不愉快，就是他最近1-2年太忙了，都没有时间聚聚。前段时间我出国旅游时，买了2只紫水晶手链，本想着送给他1只，正好见面叙叙旧。但是他说最近出差，让我同城快递过去。2姐妹的家不过5公里，却走了近1年还没有到达。成年人的生活
总有很多忙不完。忙不完的工作，忙不完的家庭，忙不完的生活。那么，就让对方在自己的世界里热气腾腾，慢慢的不再打扰，悄悄退出，便是对一段关系最后的成全。龙应台在《亲爱的安德烈》写道，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，在平原上，同伴可以结伙而行，欢乐的前推后继，相濡以沫。一旦进入森林，草丛和荆棘挡路，情形就变了。个人专心走个人的路，寻找个人的方向，那推推挤挤，同唱同乐的群体情感，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僚深情，在人的一生之中，也只有少年期有。成年人的世界，有太多的自顾不暇，有太多的无可奈何，那么该放下的就放下吧。被称为民国4大才女的萧红，以书为媒，与丈夫萧军在落魄时相遇。当时萧红重病缠身，她不得已给当地报馆写信求援。小诗哀婉凄绝，报社青年萧军为其才华倾倒，随后两人炙热相恋。萧军回忆道，尽管那时期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，但我们从来不悲观，我们常常用玩笑的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有遇到的困苦和艰难。比如我称萧红小麻雀，是形容她腿肚细，跑不快，跑起路来一跳一跳的，而她称我小狗熊，则是因我笨而健壮，像狗熊似的。两萧相恋6年，一起创作，酝酿出了他们的爱情结晶《跋涉文集》。可以说患难与共，相濡以沫，原以为谁也离不开谁。但人生际遇变幻莫测，缘分这东西聚散有时，一旦时间到了，半分不由人。萧军性格向来粗犷爽直，放荡不羁，而萧红却常年疾病缠身，内心敏感又脆弱，猜忌、嫉妒愈演愈烈。当时社会大环境恶劣，两人生活也贫病交加，矛盾不断激化，常常争执不下。渐渐的，他们变成了两只独行的刺猬，认知不同，性格不合，我喜欢的你无感，你的世界我不懂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当解释都成了累赘，连争吵都显得再无必要。1938年，两人和平分手，自此各自天涯。真正的离散是灵魂深处的离散，当两颗心越走越远时，便再无回头。想起了泰戈尔的那一首诗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树与树的距离，而是同根生长的树枝，却无法在风中相依。成长真的是一个不断跟自己妥协的过程。往日回忆渐行渐远，原以为很重要的那些人，早已经在不经意间走远。所有的开始、过渡和结束，都显得自然而然。你会原谅那些离开的朋友或恋人吗？知乎上有人问，我想大概不是原谅他们，而是原谅生活。《千与千寻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，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，路途上会有很多站，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。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，即使不舍，也该心存感激，然后挥手道别。人生而孤独，每一步都是自己的，或举步维艰，或潇洒前行。白岩松说，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，都该喜欢那一段时光，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，顺生而行，不沉迷过去，不狂热地期待着未来。
生命这样就好。不管正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，或许我们都只有一个选择，虽然痛苦，却依然要快乐，并相信未来。正是一次次的遇见和一次次的告别，人生才得以完整。从今天起，用心对待还留在你身边的人吧，珍惜与他们的每一时刻，因为谁也说不清楚哪一刻便是分开，从此天各一方。而那些已经在岁月中悄然离去的朋友们，我们依然祝福，愿你永远安好，愿我们各自灿烂。